你们各挤点卤水出来，麻利点儿。熬夜加班猝死，没想到却穿成了举目无亲的带娃寡妇。还好学的是护理专业，为了娃，只能先出来找找活干了。你，还有你，小少爷肯喝你们的奶，这是定金，立刻回家收拾东西，晚了这奶娘的差事就没了。嬷嬷，我能不能带孩子一起进府？我夫君没了，婆家把我们母女赶出门，不求别的，只求孩子一口饱饭。不行，你当公府是菜市场吗？嬷嬷，公府规矩大过天，从没有奶娘带孩子的先例，我担不起这风险。田嬷嬷，奶娘呢？小少爷饿得直哭，大夫人催好几遍了。快了，他们马上回来。姑娘，方才小少爷喝的3碗奶里就有1碗是我的，我现在就可以帮忙喂。那还磨蹭什么？跟我走。奶娘呢？见过夫人，还将小少爷交给我喂奶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回夫人，这是拍嗝，婴孩吃奶吸入空气积在腹中，便哭闹胀气，轻拍后背能让气顺，睡得安稳。换了几个乳娘都哭闹不休，今日竟是头回这般安稳。你是个细心讲究的，子主赏他银子。夫人，我不要银子，只求一件事。夫人，我不要银子，只求一件事。何事？站起来说。夫人容我说，我夫君心丧，婆家不容，将我们母女赶出门。若不能带孩子入府，他诸身在外恐难活命，求夫人留下我们，我必尽心竭力照顾小少爷。罢了，看在叶儿肯吃你的奶，你便留下吧。谢大夫人。你呀，可真是运气好。我今日能留下，全仰张嬷嬷，我晓得的。你倒是个明白人。以后你们就在这幽雨轩当差，3人轮班，每人4个时辰。是。柳妹子，你带着孩子怎么不放家里？夫君心丧，婆家不容，不得已才带孩子出来寻活路。原来这般苦命，往后咱们互相照应。原来不过是个被婆家赶出来的寡妇。连轴转的大夜班我都熬过，照顾新生儿反倒驾轻就熟。大爷，您怎么这个时辰来了？来看看叶儿。这人怎么回事？不知道非礼勿视吗？奴婢方才在喂奶，未能立刻拜见大爷，请大爷恕罪。叶儿今日可安分？小少爷方才哭闹了一阵，喂过奶，拍过嗝，已睡沉了。拍嗝？是，婴孩脾胃娇嫩，吃奶时吞入空气容易胀气啼哭，舒抱轻拍后背便能顺气安睡。大夫人说你细心，倒不假。既入了府，好生照看叶儿便是，缺什么跟子如说。这大爷看上去冷得像块冰，心倒不算坏，只是深更半夜来去如风，吓也能把人吓死。三爷，我错了，三爷饶命啊！贱婢竟趁三爷微醺，将那爬床的下作勾当，按家规，重则50大笨，发卖出府。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么被打死了。既进了府，就把那些不该有的心思收起来，否则刚才那丫鬟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。听明白没？听明白了。这是你们上月月钱，每人3两，自己点清楚。还是柳妹妹你好啊，挣多少就能给自己花用多少。我们辛苦1个月，手里还没糊热乎就得送回家。难不成秋月姐也想像我这样，连个能托付银钱的亲人都没有？这样的福气你也想要吗？
这福气我消受不起，还是你留着吧。嬷嬷，这是我孝敬您的，您在府中就如我干娘一般，全仰仗您了，倒是个知恩的。既如此，那我就认你为干女儿吧。府里人多水深，千万小心，万不可行差踏错。是，谢干娘提点。今早是我说话不得当，惹到你，尝尝我才买的花生酥，当做赔罪。这点心是哪儿来的？我回家送月前路过点心铺买的。他家花生酥用料扎实，多谢好意。我这几日肠胃不舒服，嬷嬷不是教过咱们要忌口吗？姐姐少吃些为妙，免得影响小少爷。就吃1、2块能有什么事儿？你也太谨慎了。你自己留着吃吧，我不饿。查，给我仔细的查，叶儿怎么会突然过敏？病从口入，小少爷只进奶水，多半是奶娘吃了性发之物，通过乳汁过给了小少爷。下奶餐1个月从未变过，都是温和食材，并无异腐。那定然是有人私下偷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连累了小少爷。大夫人，这是在幽玉轩找到的。小少爷花生过敏，奶忙食用大量花生，乳汁传给小少爷，才让他生病。说，这花生酥到底是谁吃的？是他，大夫人，是他吃的。你当本夫人是傻子吗？柳文英入府的缘故我一清二楚，她比谁都需要这份差事，怎会恩将仇报？没想到这大夫人竟心如明镜，反倒是你，眼神闪烁，心虚狡辩，当我看不见吗？回大夫人，奴婢可以作证是秋月吃的。秋月昨日告假出府，花生酥是她在外买回，可有此事？回大夫人，奴婢的确给秋月批了假。大夫人饶命，奴婢嘴馋，不知道小主子会花生过敏，再也不敢了。你贪嘴妄为，致叶儿受苦，留你何用？拖出去重打20棍，丢出府！田嬷嬷监管不力，罚3个月月钱，都下去吧。奴婢领罚。经过今日这事儿，我看出你是个老实本分思正的。府里就剩咱2个奶娘，活计更重，往后互相帮衬。你带孩子不容易，往后你去当值，我帮你照看一会儿也无妨。翠华姐说的是，说起来你家丫头还吃过我的奶水呢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刚来第1天，你孩子哭得厉害，秋月嫌吵，竟说要把孩子抱去院外晾着。大晚上风那么凉，还不得冻出病？是我跟她吵起来，抱过丫头喂了奶才哄睡。她当时跟我说的，是你嫌洛洛吵闹，她看不过去才帮忙喂的。她那张嘴最会颠倒黑白，若不是那晚亲眼见她那副刻薄嘴脸，只怕我也被骗过去。不管怎样，多亏翠华姐心善，这份恩情我铭记在心。深宅大院，人不可貌相，想要立身，我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。小坏蛋就知道笑，可把我累坏了。奇怪，我刚刚怎么感觉有人？应该是太累了，做梦了吧？脉象细弦是思虑过度、心脾两虚之兆。大夫，我夜里总觉得有人触碰，惊醒数次，可醒来又什么都没有。公府治安森严，断不会有宵小潜入，多半是操劳过，心神耗损。多吃些百合莲子温补便好。我还在哺乳，药就不必了，谢过大夫。糟了，长乳了，这还在路上。咬他！洪将军，给爷咬他啊！输了，晦气！三爷，小的瞧见有个丫鬟鬼鬼祟祟躲到那边假山后头，怕又是哪个院里不死心的故意凑上来。既然是冲着爷来的，岂能让他失望？爷亲自去会一会。鬼鬼祟祟躲在这里想做什么？
竟是那个下令打杀爬床丫鬟的三爷。三爷，那丫鬟竟敢冲撞您，要不要奴才们追回来重罚？追什么追？算了，一个不懂规矩的丫鬟，本少爷懒得跟她计较。今日之事，谁也不准往外说，听见了吗？是，奴才们什么也没看见。又寻了2个清白妇人进府，如今4个奶娘，每人只守3个时辰，你也能松快些。我特意把你调到白刃班。多谢干娘费心，这月钱我仍按说好的匀1半给您。阿麦这名儿太潦草了，往后你叫柳云落，云卷云舒般自在，又有踏实落脚之处。之遥来了，快坐。今儿天气好，正想着你会过来走动。老实说，我倒羡慕你和二爷。二爷性子温润，最是体贴人，不像大爷整日在刑部，10条半月见不着几回。大嫂快别取笑我了，夫君他待我是极好的。这位二夫人和他口中的二爷，怕不是外人看来那般伉俪情深。不过与我何干？快抱叶呵过来让我瞧瞧。好，瞧这眉眼像极了定玄。静叔啊，你辛苦了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是不是饿了，还是尿湿了不舒服？国公夫人、大夫人，让奴婢看看。回国公夫人、大夫人，小少爷并非饥饿，也未尿湿。那到底怎么回事？快把大夫叫来。竟然是这个，找到了，是根绣花针。好好的怎么会有针？是谁要害我儿？查，这襁褓是谁经的手？襁褓新换，真是绣庄绣娘遗落。上一轮值的李乃嬷换襁褓时赶时间未细检，重罚，扣3个月月钱，打10下手掌，以儆效尤。今日多亏你心细如画，否则叶老爷不知要受多少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国公夫人，奴婢姓柳，叫文英。赏柳氏10两银子，外加2匹行绸，嘉奖她今日的细心和功劳。谢夫人赏赐，夫人赏柳姑娘10两银绢，2匹行绸。你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那根针你早就发现了，偏等到夫人面前才装模作样找出来，存心踩着我往上爬。李奶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及时找出隐患是我分内的事，怎到你嘴里反成过错？谁知道那针是不是你自己放进去的？贼喊捉贼的把戏谁不会演？李姐姐少说2句吧，咱们后进府的根基浅，哪比得上人家早来的会来事儿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正不过的。都聚在这儿吵吵啥呢？隔着老远就听见。嬷嬷，我怀疑那绣花针根本是柳文英自己放的，她贼喊捉贼。奴婢若有半分害人之心，天打雷劈！我敢发誓，你敢吗？倘若你有半句污蔑，就全家死光！李奶娘此言不仅污蔑奴婢，更是质疑国公夫人和大夫人的名断，恳请嬷嬷彻查，还奴婢清白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怎么罚怎么赏，都是主子们的决断。你若不服，就跟我去主院一趟，请大夫人来断个是非区对。去主院对质啊？怎么不去了？哼，府里养着你们是让你们吃白饭嚼舌根的吗？还愣着做什么？不去了。10两银子，还有上好的行缎，你在主子面前可真吃得开。嬷嬷说笑了，今日若非您平日教导，奴婢哪懂得孝心当差。这是主子赏你的，我哪敢要？快收起来！若不是当初您心善，准我带洛洛入府，又允我搬来耳王，我们母女如今还不知漂泊到何处。你这人倒是个有心的，你可知那李奶娘为何不管不顾往你身上泼脏水？因奴婢当面得了赏，她却只能受罚，都是做奴婢的，我出了头，她便觉得刺眼。是个明白的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往后行事既要细致，也要藏几分锋芒。嬷嬷，您真是个好人。你不怕我？嬷嬷规矩虽严，心地却好，行事也公正，奴婢感激还来不及，怎么会怕？柳娘子，你若不嫌弃，往后私底下便唤我一声干娘，日后有人刁难，我这做干娘的总能替你周旋。女儿柳文呵见过干娘。好孩子，
既叫了干娘，这银子我便不能要，往后在府里咱们也有个照应。瞧我们叶儿多喜欢晒太阳，小少爷一看就是个有福气的。哎呀，尿了尿了！好了，大夫人，这水该倒在何处？就到这儿呗，正好给花草浇水、施施肥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磨叽？一点脏水罢了。哎呦喂，谁倒的水没长眼睛啊？大哥息怒，奴婢们是庭兰院的，方才照料小少爷，这水是给小少爷擦身用的。原来是小主子用过的，难怪还有股奶香，金贵东西。好的好的。奴婢们鲁莽，污了贵人衣袍，万望恕罪。既是无心之失，下次仔细些便是。起来吧。水面映人，水底藏刀，这是洁癖。方才那盆水正踩在他的雷区，吓死我了！幸好遇上二房那位，脾性最温和敦厚。那是二房的主子，5时初醒的，刚喂完没多久，尿布也新换了，估摸再玩小半个时辰就该有困意。你呀，心比针还细。前儿李奶娘冲你发难，别往心里去，那种张狂货早晚踢到铁板。我只求他别真闹出大祸，被赶出去人手又少，累的还是咱们。可不是，他爱铡尖儿就让他尖去，只要别连累咱俩。给洛洛做小衣裳，剩下的塞棉花给小少爷做几个布球抓着玩。快跟我来，有好戏看了！我什么时候拿你的破镯子了？那个时辰就你在屋里，不是你偷的，难道镯子自己长腿跑了？来，边吃边看，就当嗑瓜子儿。今晚不该是李奶娘去照看小主子吗？大半夜不睡觉，吵什么吵？嬷嬷饶命，是他偷了我娘留的银镯子，嬷嬷明鉴，奴婢冤枉。够了，你的事能有小主子重要，误当当之，还不给我滚去庭兰宴！下半夜你接班，若也误了时辰，连你一块儿罚。看得挺起劲儿，这么好的戏怎么不喊上老婆子我？我们知错，下次不敢了。哼，赶紧都回去歇息，明日当差没精神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他一而再渎职，府里这是要遣他走了。唉，往后院子里就咱们3个，更该互相帮衬才是呀。你说的也是，我们理应互相照应。那是李奶娘天天念叨的镯子，她才被逐出府，东西就在赵奶娘手上，谁信没猫腻？哎呀，这天气怎么突然就凉了？翠华，我昨日瞧见赵氏房里有只银镯，是从前夫人的陪嫁，我早觉得那赵氏不安分，你只当没看见，莫要声张。李奶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被赶走？莫不又是她搞的鬼？未必全是。小主子能吃腐食后，4个奶娘如水若鱼，公府讲究分寸，早晚要遣人，所以赵氏早有听闻。偷镯激化矛盾，好让主家遣人时第一个选李奶娘，8成如此。那李奶娘立身不正，屡出差错，给人当靶子也是活该。那咱们往后对她面上过得去，不要深交。翠华姐，你有话要说，只是觉得你变了许多。刚进府你怯生生像在雾里迷路的人，如今通透太多。哪有什么通透，不过是跟着嬷嬷姐姐们看多听多，自然就懂了些。情分和安稳都极脆弱，攒钱离开不如扎根公府，先站稳脚跟，才能筹谋未来。小孩长牙，口水多易闹疹，奴婢用最柔软的细棉布做了口水巾，不知能否给小少爷用上。大夫人准了，还说你做的布扎玩具，小少爷玩得很开心，夸你是个有心的。谢夫人夸赞，都是奴婢分内之事。布玩具、口水巾都是小情小绪，我得做些更能立住脚的事。
刘奶娘来了，快把叶儿抱过去。叶儿乖，一碗米汤也能熬出个前程来。谁这么大胆？夫人屋里也敢非礼？大爷，大爷恕罪，奴婢不知是大爷驾临。这些是你在整理？奴婢学过一点礼账，见夫人打理家事繁忙，便主动搭把手。也是夫人指点了奴婢不少门道。是那去茅厕的丫鬟回来了，方才一幕怕是被瞧见了。大爷您请坐，奴婢去给您倒杯茶。奴婢该死，手滑没拿稳茶盏，污了大爷衣袍，求大爷重重责罚。这是怎么了？回夫人，是奴婢奉茶时一时手滑，污了大爷衣袍。无妨，小事。你平日最稳妥，今日怕是合账耗神了。既然大爷不怪罪，你且先退下吧。谢夫人，谢大爷宽宏。夫君快去里间换身衣裳，莫要着凉了。夫君你看，叶儿见到你便笑呢，如今越发认得人了。夫君，你让一个奶娘去理账？起初只是让她试试，没想到她真有一手好本事，有些法子我还是向她请过学来的，整理的账册无一错漏。哼，不张扬，不鞠躬。在夫人面前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赶紧禀告。奴婢怀疑刘奶妈她用心不纯。刘奶娘做事勤恳，何来用心不纯？你可知攀要他人是何等罪过？大爷回来前，奴婢去如厕，回来在门外亲眼看大爷抱住了刘奶娘。大爷宁愿去抱一个奶娘，都不肯抱我吗？若柳氏真存了那心思，方才又为何故意打翻茶胆，弄脏大爷衣袍？说话要讲证据。夫人，若那柳氏真存了攀龙附凤的心思，必是个见钱眼开之人。奴婢有一策，能让他露毛脚。就依你所言去办吧。屋外阳光正好，抱孩子出去晒晒太阳。叶儿那条绣小老虎的口水巾落在屋里，你去取来，它戴着最舒服。夫人，镯子不见了。引狼入室，我那般信重他，他竟手脚不干净。把叶儿抱到隔壁去。柳氏，自你入府以来，我待你如何？夫人待奴婢恩重如山，奴婢没齿难忘，唯有尽心竭力报答。恩重如山，这就是你报答我的方式。奴婢不知做错了什么，惹得夫人如此动怒。昨日你与大爷拉扯不清，今日又胆大包天偷盗我的金镯，勾引主子在前，偷盗财物在后，叶儿身边岂能留你这等祸害？来人，将这贱婢拖出去，即刻逐出府门。夫人，您听奴婢解释，那镯子……还想狡辩？夫人没打你板子就丢出去，以示仁慈。闭嘴吧你！奶娘入府，步步为营。观众娘娘们，请多多点赞收藏一下。我柳文嫣在此谢过大家支持。一定有什么误会，夫人连辩解的机会都不肯给我。呀，那镯子怎么在这儿？弄错了，柳文英没偷镯子，反倒帮我收好了，我冤枉了她。快去把柳文英找回来！麻利些，别磨蹭。两位行个方便，念在往日情分，给他一炷香功夫，细细收拾。我就在这儿守着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触怒大夫人的事儿？干娘，我什么都没做，夫人却说我勾引大爷偷了她的金镯子，可我真的没有。孩子，这府里有时就是这样，你没做错，只是碍了谁的眼。
出去了万事小心，干娘罩不住你了。干娘，多谢您照拂，我们走了。等等，先别走了，跟我回去。紫竹姑娘，夫人不是下令？夫人改主意了，现在就要他。柳氏，你可有什么话要对本夫人说？回夫人，奴婢无话可说，唯有事实禀明。那金饰奴婢未曾偷拿，勾引主子更是子虚乌有。柳文英，今日之事是我误会了你，委屈你，抱歉。你心细稳妥，照顾叶儿尽心，打理账目得力，与我已是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。待会儿我让人给你送去10两黄金，算是补偿，也是你辛苦礼账应得的。10两黄金，相当于我几年的月钱了。东三角有处独门独户、清静朝阳的小房间，我让人收拾出来，往后你们母女便搬去那里住。奴婢谢夫人赏赐，势必感激不尽。你可算回来了！方才听说你被赶出府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大夫人的确让我收拾东西离开。哎呀，真突然！咱们做下人的最重要的就是本分，可不能有那些不该有的心思。赵奶娘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柳妹子去留自有夫人决断，轮得到你说风凉话？哼，往后幽雨轩就剩咱们2个，可得好好相处才是。夫人让我把这些给你送来，这是赏你的10两黄金，夫人觉得不够，又添1套银头面。谢夫人赏赐，有劳紫竹姑娘跑这一趟。夫人说了，柳奶娘是她信任的人，往后若有不长眼的冲撞了你，你只管找夫人，夫人自会为你做主。紫竹姑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方才不是说她被赶走了吗？其中有些误会，如今已澄清。怎么，你很失望？柳妹子，我这张嘴不会说话，刚才都是误会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我们走。不是不走了吗？怎么收拾得更细致了？是啊，我不走了。大夫人给我腾了间单独的屋子，许我带洛洛过去住。这是准备搬过去呢。真的，耳房又小又暗，有了自己的屋子，你带洛洛方便许多。我得去庭兰院当值了，你慢慢收拾，到时再来看你。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担心死老婆子我了。哎，那边的，把醋秋给小爷拿过来。怎么又撞上这位小阎王了？三爷，您的醋秋。瞧你这缩头缩脑的，跟只鹌鹑似的，莫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三爷说笑，奴婢不敢。既然不敢，那便抬起头来，让小爷瞧瞧。主子们还有事，奴婢先告退了。没病，我替醋秋热的。三爷安。哟，今儿什么风把咱们三爷吹到我这庭兰院来了？路过街市瞧着有趣，拿来给叶儿玩玩。不在，不是他。刘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最近京城闹采花贼呢。采花贼？还没抓到人吗？还没，那贼子来无影去无踪。不过咱们国公府警卫森严，不会有事的。小姐放心，采花贼已经被官府擒获了。贼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？外面是什么动静？哎呦！哪个不长眼的狗奴才，敢打小爷我？打了小爷就想跑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躲什么？小爷找了你几次都让你溜了，这次看你往哪儿跑！找到你了。他果然记着仇，借酒劲来报复。打一棍是打，打2棍也是打，谁让他先冒犯我？公子，
来人！我后脑怎么回事？昨夜可是被人暗算了。爷说笑，昨晚您喝多了走老路，从东南墙头翻进来，被石块绊倒摔晕了。昨夜月色奶香，你们昨晚真没在附近瞧见什么女人？真没有，四周静悄悄的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一群没用的东西，这个月的月钱都别想要了。是。你今日气色不大好，可是昨夜没休息好，还是礼账太耗神。谢夫人关心，昨晚洛洛有些闹腾，不碍事的。这燕窝炖得不错，你帮我礼账照顾叶儿辛苦，用一碗补补。太贵重了，奴婢不敢，让你用便用着，身子要紧，莫要推辞。不错，你帮我礼账照顾叶儿辛苦，用一碗补补。那些账目乱糟糟堆了半年，亏得你细心快理完了，往后都能松口气。若是知瑶的性子能再利落些，帮我分担，我也不至于事事亲力亲为。三爷，奴婢真的不敢啊！让你敲就敲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奴婢见过三爷。是你？昨晚是你打了我？是。好个胆大包天的奴才！你打我一下，我就打你10下。三爷息怒，近来采花贼作乱，奴婢害怕才背棍防身。昨夜深更有不明人影翻墙而入，行踪鬼祟，独居女子如何能不害怕？情急自卫，若早知是您，奴婢有10个胆子也不敢。你是说小爷我是采花贼？奴婢不敢，只是三爷昨夜翻墙而入，正值采花贼猖獗，难免引人误会。照你这么说，你打人还有理了？奴婢以良家子身份入府为佣，并未签死契。最坏不过被责打赶出府去，挨顿打丢了差事，认了。倒是三爷您金尊玉贵，此事闹开，传到国公爷和夫人耳中，追问您为何深夜翻墙而归，损了体面，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。刘姐姐，放开我！孩子哭了。洛洛不哭，娘在这儿，不怕。你做什么？光天化日的，小爷我可不是随便的人。三爷，奴婢自知有罪，如何处置，全凭三爷发落。小爷我挨了打还没说什么，你倒先委屈上了。那三爷的意思是饶过奴婢了？想得美，先记着，等爷后脑这包消了，再同你算准账。记着好啊，等包消了没了证据，谁还说得清？账目里的这般清楚，难为你了。谢夫人赏。大嫂今日气色真好。小主子尿了，奴婢带她去侧屋换尿布。怎么这听兰院，小爷我还来不得？躲什么？那日不是挺能耐的吗？在公府待腻了。奴婢知错，求三爷高抬贵手。不处理你难堪，关我何事？我总得算算你瞧我闷棍的账。三爷，您说的可是当真？奴婢忍着不处理，您便不再追究。你怎么还在？不是说要回去了吗？正要走，顺道再看看侄儿。你等着。这里没事了，你先回去换身干爽衣裳吧。谢夫人。你打爷那一下，没把你打怕，倒把胆子打肥了。三爷不是说好，奴婢不处理便放过奴婢吗？你先给小爷亲一个，小爷就饶过你。你无耻！三弟，你在做什么？光天化日拉扯妇人，行止轻浮，你下月便要及官，这就是你学的规矩。我知错了，知错就回去闭门思过，再让我看到，必禀明父母，家法处置。奴婢谢过大爷。
无事吧？奴婢无事。日后他再欺负你，可以来找我。回去吧。妈，怎么了？乖，娘在呢。这么烫，洛洛发烧了。是风寒入体引发的高热，烧得厉害，得赶紧用药，还要提防夜里惊厥。惊厥若处理不及，会烧坏脑子。胡大夫，求您救救洛洛。方子老夫开了，只是辅药材都是供主子用的，规矩森严，断没有给下人用的道理。深更半夜，府里有规矩，下人不得随意出入，你等天亮再说。孩子病了，大爷求您开恩，洛洛突发高烧，府医说要防惊厥，必须出去抓药，怕是等不到天明。放行。等等，宵禁时辰，药铺已关，你孤身出去还会被金无畏盘问，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忧。莫要鲁莽，我陪你去。不能冠上勾引主子的罪名。大爷恕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大夫，开开门，救救孩子！马车上备用的，你先披着。多谢大爷。原来是裴大人，卑职冒犯，请恕罪，放行。多谢大爷深夜相助，这份恩情奴婢记在心上，日后定尽心照看夫人与小主子。他记的是恩情，是主仆之义，可我要的何止这些？夜深了，快回去吧。你今日精神不济，可是夜里没睡好。是洛洛昨晚忽然发烧，奴婢带他出府寻医，幸得大爷相助，及时抓药才无恙。大爷他在刑部养出一副冷肃面孔，可日子久了便知他那人是面冷心热，内里最是重情念旧。往后不忙时，你可带洛洛来我这暖侧屋，也好陪叶儿。多谢夫人体恤，等洛洛彻底好了，奴婢再带他来，免得过了病气给小主公。江南今年私价大涨，自家脂坊红火得很，家中子弟明年春闱，还望主家帮忙疏通关系。定悬在刑部只问律例，则狱在吏部更要避嫌。咱们这样的人家，安稳守城最是要紧。大嫂，你说是吗？哎呀，这定是叶哥哥吧？快抱来让我瞧瞧。这指甲一个不留神就会划伤小主子，我可得盯紧了。这时辰爷儿该用辅食了，你去小厨房取山药泥来，照顾孩子你最精细，别人我不放心。是噎住了，叶儿，我的叶儿，方才还好端端的，到你手里就这样。叶哥哥要有三长两短，我跟你拼了！文瑶，我知道你会带孩子，你快救救叶儿啊！那还请大夫人相信奴婢。你要干什么？住手！怎敢如此对待小少爷？母亲，再等等，文儿她不会害叶儿的。叶儿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幸亏处置及时得当，医务卡喉最凶险，还好有人提前将莲子催吐出来，救了小少爷一命啊！我没喂他吃莲子，许是他小手抓来抓去，自己抓到脊上的放进了嘴，纯属意外。我还没说是你，你倒忙着撇清，心中没鬼谁信？我是裴家妇，是官家点命，怎会害后辈？你无凭无据在厅堂怀疑我，传出去于定悬、择妖侄儿的官声也未必是好事。帝启，你可想清楚。今日多亏有你，赤金嵌珠的镯子已赏你，本月月钱加倍。多谢夫人，有些根底让你知晓，日
日后行走也好有个计较。当今国公爷并非老公原配所出，原配嫡长便是梁氏的师分裴承汉。当年他官场出了纰漏，被外放江南，爵位才落到如今的国公爷头上。那一防终究意难平。奴婢明白了，难怪梁氏敢顶撞夫人。今日他或真有疏忽，或有别的心思。无论如何，这笔账只能暂且记下。你日后需提防他再下黑手。叶儿交给你照顾，我放心。奴婢谨记，必定照料好小主子和大夫人。满堂质疑里，唯有大夫人给我10成的信任，被人全然信赖。原来这样好。那梁氏一箭3雕，竟想让一个健康的孩子变成傻子，好歹毒的心思。夫人，您瞧瞧才几日，人都熬瘦了一圈，西院那边分明存心找茬，若能把他们赶走就好了。紫竹，不得胡说。刘奶娘，你素日最有主意，快想想，可有法子让他们早些离府，好让夫人清静清静。紫竹姑娘说笑，奴婢不过是个奶娘，哪懂这些待客往来的大事。前几日小少爷那样凶险，若不是你，哪能化险为夷？难道你眼睁睁看夫人受累不成？奴婢想着，夫人生产完不久，连日劳神，怕于康健无碍。若是病上一场，或许能让眼前烦恼稍减1、2。装病，这如何使得？年关将近，府中事务都得我去主持。女子分娩本就大伤元气，夫人体弱乃是实情。其一，旁人会觉西院难伺候，竟将主家大夫人累病。其二，府中先出显示您在病倒，外人难免觉他们自带晦气，专冲撞贵人。行吧，姑且试试。梁夫人万安，大夫叮嘱我们大夫人须得静养，不便见客。夫人的心意，奴婢们一定代为传达。好一个玉国公府的长媳，装病躲客，半点不把远道而来的族亲放在眼里。那梁氏一箭3雕，竟想让一个健康的孩子变成傻子，好歹毒的心思。夫人，您瞧瞧才几日，人都熬瘦了一圈，西院那边分明存心找茬，若能把他们赶走就好了。紫竹，不得胡说。刘奶娘，你素日最有主意，快想想，可有法子让他们早些离府，好让夫人清静清静。紫竹姑娘说笑，奴婢不过是个奶娘，哪懂这些待客往来的大事。前几日小少爷那样凶险，若不是你，哪能化险为夷？难道你眼睁睁看夫人受累不成？奴婢想着，夫人生产完不久，连日劳神，怕于康健无碍。若是病上一场，或许能让眼前烦恼稍减1、2。装病，这如何使得？年关将近，府中事务都得我去主持。女子分娩本就大伤元气，夫人体弱乃是实情。其一，旁人会觉西院难伺候，竟将主家大夫人累病。其二，府中先出显示您在病倒，外人难免觉他们自带晦气，专冲撞贵人。行吧，姑且试试。梁夫人万安，大夫叮嘱我们大夫人须得静养，不便见客。夫人的心意，奴婢们一定代为传达。好一个玉国公府的长媳，装病躲客，半点不把远道而来的族亲放在眼里。起来吧，嫂子既来了，就坐下吧。孩子们怪冷的，带到旁边暖屋，让嬷嬷照看着，吃些点心。承汉媳妇儿，你们久居江南也有些年头了，承汉在任上可还顺累？老母亲惦记，承汉一切都好。我儿去岁考评得了甲等，江南文风盛，孩子们的诗文连知府大人都曾夸赞过呢。江南是好地方，富庶安宁，只是我听说去年漕运上似乎有些不太平，还有几处私事也闹过些小风波。是，有一些，不过都是小事，已经平息了。江南虽富，人心却也易浮动，商事繁杂，利益牵扯尤多。承汉在那地方为官更要谨慎，切莫被福财虚名迷了眼。母亲说的是，儿媳定当谨记，回去转告夫君。这高门大户里的人都不是吃素的，明面笑意盈盈，暗地里不知藏着何等歪邪心思。老夫人借晨昏定省的由头，明里暗里搓磨梁氏，连着7、8日，梁氏被弄得身心俱疲。母亲，儿媳叨扰多日，实在感逆盛情。年关将近，江南家中长久无主目操货，终究不妥。儿媳想明日便带孩子们启程南返。既如此，家数要紧，我也不便强留，路上小心，替我给承汉带个好。是，儿媳一定把话带到。
那日他说要回去时，脸色青白交错，眼神躲闪，强撑那套托词，怕是连他自己都不信，简直太有趣了。走了也好，夫人也能安心将养身子了。是啊，走了好。文渊，这段时日你也操心不少，我瞧你这衣裳还是入秋时做的，颜色都旧了。紫竹，去把那匹藕红色织锦缎子，还有2对赤金丁香耳坠取来赏给文渊，再让绣房来，给他和洛洛都量量尺寸，赶在年前做2身新衣裳。夫人厚赏，奴婢不敢当。你应得的，快起来吧，过了年还有的忙呢。娘，我们叶儿真聪明，都会叫娘了。洛洛比小主子还大些，却很少发出清晰的声音。只要他耳朵灵光，眼神灵动，便无大碍。我的洛洛，是娘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。开窍早晚又有什么区别呢？娘亲，洛洛，你刚才叫娘亲了。娘亲，大夫人，洛洛她刚才终于叫奴婢娘亲，奴婢太高兴，才失了态。我懂，叶儿第一次开口叫我也欢喜的给大家发了红包散行气。洛洛一开口就是娘亲这么复杂的词，日后定是个顶顶聪明的姑娘呢。聪明不聪明，奴婢不求，只求洛洛这一生平安顺遂，喜乐安康。大爷来了。不必多礼。大爷，这是刘奶娘的女儿洛洛。刘奶娘孤儿寡母，在府中不易，让2个孩子做个伴也是好的。孤儿寡母，刘奶娘命苦，夫君王氏，婆家不厚道，将她扫地出门。可她性子沉静，做事极尽心。既然都是府里的人，自该好生对待。大夫人对我好，我能想通，可大爷又为什么？这如何使得？主子们厚爱，奴婢心领，万不敢受。不是什么值钱玩意儿，你收下吧，否则多出来的一份也只能丢了。无论大爷出于何种缘由，这份善待做不得假。从今往后，我定要好好报答。今日辛苦你了，说的什么话？快些干了才好歇息。唉，终究是和从前不一样了。妾身瞧大爷喜欢洛洛，叶儿如今也健壮，若咱们再有个女儿，凑成一个好字，该多圆满。叶儿未满周岁，你身子也未养好，大夫说产后需调养1、2年，此时再怀与你有损，并非好事。是，大爷思虑的事，妾身欠考虑了。睡吧。祭祖已毕，何府主子动身前往大相国寺祈福。刘姐姐你真好，能跟着主子们去大相国寺，听说那寺庙可大了，香火旺得不得了。不过是职责所在，跟去伺候小主子罢了。我听说大相国寺求姻缘最是灵道，刘姐姐若得空，能不能帮我求一道姻缘符？我不求大富大贵，只盼配个老实本分、知道疼人的，安安稳稳过日子就好。好，我记下了。求菩萨保佑我们小竹日后得个如意郎君。多谢刘姐姐，多谢刘姐姐。怎么回事？对不住，车轴绳头松脱了，不敢再走，怕有危险。算了，大家都下来走走，追不上主子车队，遭殃受罚的还是自己。洛洛别怕，娘很快找个避风的地方。喂，那个抱孩子的，过来。我不想说第2遍。罢了，是福是祸，总比让孩子冻病强。离我这么远做什么？怕我吃了你？奴婢不敢。那你不坐过来点儿，就不怕冻着你怀里的小家伙？你
你女儿可比你讨人喜欢多了。今儿我也算解了你们母女的燃头之急，加上之前那笔账，你打算怎么还？之前是奴婢冒犯，三爷若有吩咐，尽力去做。今日马车之恩，奴婢可以付钱，不白做。付钱？就你那点月钱，不也是府里发的？拿我府中的钱付我的车资？月钱是府里所发，但也是奴婢凭自己双手做事挣来的，干干净净。之前你说让你做什么都行，那花园里我提的条件，你为何不愿？那个，坚决不行。那把你女儿送来给我玩几日，这总行了吧？不行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到底想怎样？耍我玩呢？哭什么哭？还不快哄好！月儿明，风儿轻，树叶儿遮窗棂。小阎王睡着了，就不会来折腾我和女儿，这也算好事儿吧。三爷，大象夺嗣到了。他们人呢？回三爷，刘奶娘说不敢打搅三爷安睡，已先行下车往寺里去了。被父亲严丁攻克的这些时日，我何曾睡过一个囫囵觉？偏偏在他身边，竟睡得前所未有的安稳，很神奇。人来人往，我总是第一时间就能发现他，一定是他抱着孩子太显眼。知道了他的好，我裴三爷可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他。你带着洛洛与人同住，怕不便。那边角上还有间小禅房，我让人收拾出来，你单独住着也便宜些。多谢田妈。哟，田嬷嬷给自己人安排单间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叶儿在这儿，我怕是半个字也写不成。你带她出去走走吧。洛洛乖巧，留这儿不扰我。紫竹，你看着点儿。是，夫人。阿弥陀佛，此子眉目含慧，将来定是有福之人。多谢大师。阿弥陀佛，愿施主心愿得成。夫人诚心，菩萨定保佑早日为二爷添个灵儿。这等密因，烂在肚里才稳妥。老僧说叶儿有佛缘，日后定能平安顺累。竟有这等机缘，真是我们叶儿的福气。这是何物？好像是刘奶娘的，许是不小心落下了。原来她还去求了姻缘符。刘奶娘年纪轻轻守了寡，盼个依靠也是人之常心。她勤恳疼孩子，回头我替她在府里庄子上留一个老实本分的人选。够了，大爷。你要求姻缘？大爷，就这么缺男人？奴婢缺不缺男人，与大爷无关。奴婢一时失言，请大爷恕罪。你的东西收好。大爷，留步！你来做什么？奴婢是来谢大爷寻回失物，方才言语无当，是奴婢的不是。这符对小竹十分重要，他明年及逼，弄丢了奴婢无颜面对他。你帮小竹求的姻缘符？是，小竹信得过奴婢，奴婢便应了。还有一事，奴婢的姻缘自有奴婢自己做主。我知道了，你的事你自己定，快回去，别冻着孩子。一个奶娘倒要独占一间，传出去，旁人还以为咱们国公府没规矩。她带着幼儿与人同住不便，惊扰旁人，耽误伺候主子，责任你担得起。咱们是来礼佛的，不是来享福的。一起住大通铺，挤一挤也显得齐心。两位嬷嬷不必争，奴婢就住大通铺挺好。只是方才孙嬷嬷说的不知轻重，奴婢不敢认。今日是田嬷嬷体恤，孙嬷嬷入府多年，思向的多，这事儿便就此打住。那就按规矩办，都散了吧。哼！那姓孙的素来与我不和，倒牵连了你，日后见着他走远些。多谢干娘，我记着呢。
三爷，您来这里做什么？不合规矩。我睡不着，这破寺庙床板硬，脑子里全是白天念的经。马车上你哼的歌，再给我唱一遍。夜深人静，如何使得？奴婢去我卧房哼歌，把爷哄好了就放过你。三爷不可，奴婢的孩子还在里面。那把孩子一起抱过来。不行，洛洛夜里不能受凉。柳文烟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走，我现在就扛你走，信不信？别，奴婢抱孩子同去就是了。这么晚了，你抱着洛洛去哪儿？洛洛尿了，我抱她出去收拾，免得哭闹吵着大家。哦。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那晚拿棍子打我，不是挺胆大吗？三爷心眼真小，老是揪着那点事不放。我没把你揪出来打板子赶出府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典，你还嫌我心眼小？磨蹭什么？快唱！奴婢不抱着孩子唱不出来。三爷，这样总行了吧？快唱！再磨蹭天都要亮了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儿上次不是这样，你糊弄爷呢？奴婢没有，只是嗓子太干。喝。谢三爷。不够还有。够了。月儿明，风儿静，树叶儿遮窗棂，蛐蛐儿叫铮铮，好比那琴弦声。时辰快到了，三爷您该起身了呀。柳文音，别停！蚊子，大冬天哪儿的蚊子？早上可曾看见有什么人从我房里出去？没有啊，三爷您不会是看见什么不干净的了吧？这可是佛门禁忌。闭嘴！胡说什么？那女人趁我睡熟天没亮就溜了，倒是跟耗子一样快。那日上山马车坏了，是三爷让你上了他的车。那日风雪大，洛洛冻得直打喷嚏，三爷瞧见，便让奴婢和孩子上车避避风寒。三爷性子是跳脱了些，可这心肠到底向国公爷和夫人是好的。若是心善，又怎会活生生打死一个人？傻孩子，府里的弯弯绕绕哪有那般简单？那丫头原是二夫人房里拨去三爷院里伺候茶水的，见三爷年轻俊帅未娶亲，便动了不该有的心思。他偏偏鬼迷心窍，不知从何处弄来些安扎药物，悄悄下在三爷的茶水里。那丫鬟给主子下的可是春药，谁知道下次会不会是毒药？要下犯上谋害主子，这已不是痴心妄想，是其心可诛。主家处置他，一是犯了大忌，二来也是杀鸡儆猴。那晚我打了裴耀恒闷棍，他若真是睚眦必报之人，又岂会只是按下，还让我上车避雪？干娘说的是我先前想差了。又怎么了？这回可别又是车坏了。大雪封路了，所有人即刻掉头返回大相国寺暂避。洛洛，别怕，娘在。冷死了！炭呢？快添些炭啊！哪还有炭？管事说了，炭先紧着主子们病弱的用，咱们只能熬着。没有炭，为何不能自己捡柴生火？寺庙依山而建，近处定能找到干枯枝叶。外头风雪那么大，去哪里捡？就算捡来湿漉漉的，也点不着。我先去探路，哪位姐姐愿同去？多个人多份力，大家都能暖和点儿。我们也去。外头太冷，托你帮我照看洛洛，行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看好洛洛。那几棵高大松树，树冠茂密，树下积雪薄些，往那边去。果真，这底下的柴干得多。够了，够了，再多就拿不动了。着了，真的着了，还不呛人。
刘奶娘他们烧的怎么没烟？这些柴太师得挑松树下屋檐石缝里被封的干柴，摸着发脆、颜色发灰的才好。办事的别直接扔火里，先放火边烘干潮气，一次添太多，火才旺，烟才小。嫣儿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寺里难道一点炭神里晕不出来了？剩下的炭要紧着老夫人和病着的四娘子。奴婢听说昨夜刘奶娘用捡来的干柴生火，又旺又没烟。当真？文英还有这本事，还不快叫来！回夫人，这干柴须得劈成细条，引火熔要干燥，先搭成井字形，再用火星引燃，如此生火，火旺烟少。叶儿怕是着了凉，寺里缺医少药。奴婢自制的姜糖膏，老姜汁加红糖熬的，最是驱寒。温水化开，给小主子喂些。你还带着这个，冬日天寒怕受冻，便时常备着。待脱困回府，我定要再好好赏你。小主子平安无虞便是最好的。拿水来。老夫人，不好了，丽水姐被冰封，打不上水。慌什么？天无绝人之路，没有井水，难道不能取雪水吗？大夫人，雪水看着干净，实则不然。您和小主子先忍一忍，别喝。哎呦，我的肚子！快扶老夫人躺下，去请府医。糊涂啊！雪水岂能直接饮用？老夫人寒邪入体，引发旧疾，情况不妙。可这煎药的水又从何而来？奴婢或许有个法子，雪水若仔细过滤，或可一用。需干净细纱布和烧过的木炭。紫珠，去厨房找最细密的纱布，还有烧透的木炭。这水能喝？谁知道你鼓捣出来的干不干净？别是表面清凉，里头有脏东西。老夫人金尊玉贵，万一出岔子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奴婢以身试水，府医在此可随时诊脉。此水经过滤，比只饮雪水安全许多。脉象平稳，暂无异常，以此水减药或可一试。那就按他的法子，多备过滤水，赶紧给母亲和病倒的人煎药。做得很好，这坠子赏你了。奴婢谢老夫人，不敢居功，只是尽了本分。四娘子，月儿。四娘子寒气侵体，引发旧疾，血脉凝结，若不立刻暖过来，只怕有性命之忧。是四娘子自己担心老夫人和夫人炭火不够，硬让奴婢们省炭送过去，自己只留一点点，昨夜才冻着了。这孩子怎么这么傻，把所有煤炭柴火都拿来全烧了，月儿不能出一点事。哎呀，刘奶娘不是最有法子吗？方才过滤雪水救了大家，这会儿四娘子性命攸关，你怎么反倒一声不吭，不想想法？府医说要尽快让四娘子暖起来，便算解了险。奴婢不会医术，但想起一个土法，或可一试驱寒回暖。快说！需4中最大陶盆一个，烧得滚烫的鹅卵石，厚棉被、旧衣被褥，再加些粗布。快将暖石盆搬来，置于床尾3尺处。月儿，你醒了。妙，以石储热，棉被保温，袖筒密实护住手部要穴，对症下药。你从哪儿找来的妙人？先净血水，又治暖神气。说起来，方才还要多谢孙嬷嬷。若非孙嬷嬷关切询问，奴婢一时慌乱，还真未必想不起这微末法子。多谢你。四娘子言重，您好好将养才是。对不住，小的没长眼撞到姐姐了，姐姐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倒是你这般急匆匆的，出了什么事？姐姐你不知道，小的闯大祸了。小的是在二爷跟前伺候的，二爷那件双色暗纹锦袍，小的倒茶水时没端稳洒上，留了好大一片渍，二爷让小的拿出去丢了。我娘还在庄子上等我月钱过日子。我有个法子可以试试去掉那污渍，只是成与不成，并无把握。你可敢让我一试？这能行吗？皂角水都试过了，我加了面粉，吸附力更强些。真的没了，跟新的一样。姐姐你真是神了。佛门净地说什么神不神的，赶紧拿回去吧。我叫柳文英，改日再呈给二爷，可千万别再出岔子。
饿死太窝囊，拼一拼总好过等死。柳妹子，你是不是也饿得睡不着？这样下去哪来奶水喂小主子？我有个法子，或许能弄到吃的，不在寺里，在寺外。我出去时，洛洛交给你照看，这事儿别往外说。放心，我的嘴你还不知吗？有了法子，往后咱俩轮流去，务必小心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这事儿不能让人知道。佛门清净之地，竟敢煽动杀念，沾染荤腥。奴婢柳文英见过二爷。你在此捕鱼，犯了寺规，更是对佛祖不敬。寺中断粮多日，奴婢只为活命，湖泊已出4界，求二爷开恩。伶牙俐齿，为了活命便可罔顾规矩，将东西收拾干净，莫留痕迹。今日之事，我未曾看见。不但敢捕鱼，还敢生火熬汤，是未将我的话听入耳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二爷要不要尝尝？你倒是打得好算盘，让我喝了变成同谋，日后便不好罚你，是吗？吃过山珍海味无数，没有哪一次及得上这碗鱼汤，味道尚可。不过我说我未曾喝过，旁人会信你，还是信我？深更半夜的去哪儿了？奴婢一直在屋内睡着呢。带上那小家伙跟我走，要么我带你走。去，唱。月要无。你什么都没听见。我没想怎样，是帮你处理了。放开我，让我走。风雪再可怕，也没有你可怕。那你到底要什么？只要我能办到。我要银子，很多很多的银子。今晚之事，拿银子来还。行，回了府给你多多的银子。还请三爷日后放过我。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不行，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明晚我还在这里等你。无赖，去是羊入虎口，不去他又不会善罢甘休。大爷二爷带护卫和僧人把堵山路最大那处雪堆铲开了一条小道，最迟后天就能下山。干娘，您说的是真的？管事正叫人都去帮忙铲雪，能早一刻是一刻。我有逃脱三爷魔掌的法子了。行啊，女人家家真有把子力气，比有些小子都能扛。你们几个去把那大家伙彻底清掉，小心看着上面别塌了。差不多了，大家退后点，让他自己。洛洛不哭，娘在这里。柳姐姐，你醒了，你被雪埋了，差点就回不来了。小竹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回府了，回国公府了。你昏迷1天1夜，大伙拼命才把你们救出来，山路也通了。大爷呢？大爷他怎么样了？柳姐姐别急，大爷没事，他也埋了，但有大夫照料，醒得比你早多了。他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喏，给你求来的大相国寺观音阁的姻缘符，开过光的。柳姐姐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姐姐，但凡用得着我的地方，你尽管吩咐。好，我记下了。阿弥陀佛，你可算醒了。听说你被雪埋，我魂儿都快没了。我没事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大夫人和大爷都在内室，你进去小心些回话。奴婢给主子们请安，劳夫人挂心，奴婢已无大碍。你在寺卿生火取暖，过滤雪水，帮助四娘子，桩桩件件皆是极致善心，实在难得。20两黄金赏你，另准你休假5天，好生将养。叶儿那边我另派人照看。奴婢谢大夫人厚赏。静叔，我有些饿了，
想吃你之前做的杏仁桃。你想吃，我现在就去做。柳文英，奴婢在，奴婢叩谢大爷救命之恩。过来，再近些。大爷，你怕我？奴婢不敢。大爷是主子，奴婢是下人，尊卑有别，不敢逾矩。你退下吧。大爷，你好生歇着，奴婢去唤大夫。先别走。您放开奴婢，您是主子，奴婢是下人，云泥之别。您对奴婢的那些好，不是恩典，是穿肠毒药，奴婢消受不起，求大爷放过奴婢吧。毒药，穿肠毒药吗？你走吧。不是冷，是后怕，是在绝对权势面前无力反抗的畏惧，是叶直喂奶被撞见，还是洛洛生病他冒雪陪我抓药，扶住我肩的那一刻。他有家室，夫人待我恩重如山，我不想让夫人伤心，更不会做小。今日把话说得极重，就是为斩断他所有念想。他与我只能是主仆。姑娘，这是厨房刚温好的米酒，您尝尝。来，刘姐姐，我敬你一杯，祝你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对对对，你福大命大，该敬酒敬大的。谢谢大家，谢谢田嬷嬷和小竹，愿大家新年安康，万事顺累。穿越来这儿快1年了，有时候觉得现代的一切都像一场梦。又是1年了。干娘喝点热茶，解解酒，也暖暖身子。回去做什么？看那2个儿子只会伸手要钱的嘴脸，我还不如待在这府里清静。干娘，小竹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压岁钱，讨个吉利。这怎么使得？我是长辈，该我给你才是。在我老家，晚辈长大了也要孝敬长辈。祝您健康长寿。好孩子，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真正的心肝女儿，谁敢欺负你，我豁出这条老命也要护着你。来，咱们再喝一杯，就当庆祝过年。哎呦，拿错了，怎么我喝了水，你喝了我的酒？没事儿，就1口而已。快，小竹，把洛洛抱过来，咱们一起送文阳回去。怎么回事？回二爷，刘奶娘误饮了1口酒，有些醉了，奴婢们正送她回去歇息。你去搭把手。哟，二哥，这么巧，扶人这种活交给我的人就是了。二哥，你贵人事忙，先请。随你。二爷，给二爷请安。好，很好。你们2个把孩子抱走，赶紧滚！三爷，你们若想让他轻点受罚，就赶紧滚！我有要紧事，求见大夫人。文渊呐，可怎么办才好？备热水，叫2个手脚麻利的婆子来，把这靴子烧了。睡得这么香，看来是我对你太过纵容了，今晚非得好好罚你不可。乖乖睡，娘亲唱歌给你听。月儿清，风儿明，睡吧睡吧，梦里有糖吃呢。别想着这样我就会饶过你。小祖宗真难哄。柳文英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祖宗呀，别碰我！是我莽撞，不碰了，你别哭。这不是我的房间，我身上怎么只穿着这件陌生中衣？
谁？找死吗？你这个登徒子，混蛋！你把我带到这里，对我做了什么？昨夜是你醉得像滩烂泥，吐了我一身，我好心把你带回来清洗，你醒来就撒泼，这是报答人的方式。我是国公府的奶娘，签的是故契，不是卖身契。我的行踪，我的安危，都与三爷无关。放开我！在大相国寺，我让你夜里来我禅房，你为何不来？你缺席的那晚，今晚就当是补偿了。谁答应要给你补偿了？这里有500两银子，通宝钱庄的银票，随时可兑取，够不够？500两，带着洛洛出府置个小院田产，省吃俭用够过20年。大爷的好感，三爷的纠缠，留在府里再不安稳，或许这是一条出路。我劝你别打歪主意，你敢拿着这银票动出府的念头，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也有的是办法抓你回来。我没有。方才纠缠推搡间，我扯下了他脖间这块贴身玉佩。他若将来真闹到东窗事发的地步，这就是最好的物证。他对我纠缠不休，也别怪我留个心眼。但求三爷的兴致能尽快散去。文英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三爷他没把你怎么样吧？罚得重不重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若颈间胸前那些痕迹也算惩罚，我的确伤得不轻。干娘、小竹，我没事，让你们担心了，就是罚我站了一晚上，别的没什么。罚站一夜就站一夜吧，人没事就好。三爷那性子没动手就算万幸。你们不用管我，趁还有点时间都回去歇息吧，我真没事。希望他籍贯后能更成熟些，别再纠缠我了。他不再关注我，对我而言便是最好的局面。烟发，烟发！外头花灯会正热闹，要不要我带你出去逛逛？三爷恕罪，奴婢要照看孩子，不便外出。父亲让我温书，我偏要去看花灯，除非你我都攥着对方把柄，我才10成10放心。娘，爸爸，你放开我！我去，我陪你去就是了。上来。娘亲，我想要那个会动的灯。很喜欢那盏灯吗？我替你试试。会，告，桌子。娘子，时间不多了，10、9、8是装字，最后一条是公子答出，按规矩不算数，何曾规定必须一人猜到尾？你想砸自己招牌，小爷可以帮你。不敢不敢，娘子随意挑选。和二柱姐姐和哥哥百年好合，多子多福，福气满满。莫乱说，我不过是府里。灯好看，画也吉利，去吧，子信别撩了手。被人误以为和你是一对，吃亏的是小爷，我都认了，你急什么？今日是我籍贯例，你还没给我送生辰礼。礼，奴婢送便是，只求三爷让让路。就这个。礼轻情意重，三爷若嫌弃便还奴婢。快许愿吧，心岁嫣然，前路昭昭，只愿往后岁月平安顺遂。你许了什么愿？说出来就不灵了。耀坤，籍贯大喜，哥几个在绵月阁摆了席，专程等你。这丫鬟生的清秀，一起带上。奴婢是公府奶娘，不便随行。耀坤，你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兄弟吧？快叫来！行啊，既然盛情，那就去坐坐。今日陪三爷籍贯，你们拿出看家本事，好生伺候。我自己来，今日罚了，改日再聚。这杯酒当赔罪，您喝了，奴家们便退下。
你换酒了，味道怎么不一样？这是绵月阁珍藏的醉春风。怎么回事？奴婢这就回府叫人。这个时辰门禁森严，你叫开后门怎么跟门房交代？方才没细看，倒是个尤物。陈公子自重，奴婢是玉国公府的人。不过个奴才，等耀坤醒了，我向他讨了你，他能不给？陈二，玉国公府的人怎么了？今晚你可得好好享受，别浪费兄弟们的心意。你回去，不用管小爷我。醉酒之人夜里一呕吐，无人照看，堵塞呼吸便凉透了，不能走。三爷，帮我，柳王英，我快疯了，来不及了。陈二给我灌的酒有问题，帮帮我！我去给你找其他人，我去找经验丰富的姑娘，她们能帮三爷。我不要别人。三爷，难道你真想籍贯当日与我这奴婢扯到一起？英英，帮帮我！入府这么久，他几时这样叫过我？好。三爷醒了。三爷既然醒了，那便结账吧。结账？昨夜奴婢帮了三爷，按绵月阁的规矩，也该有赏钱，不是吗？柳文英，你把小爷当做什么了？嫖客吗？三爷是京中高粱子弟，人中龙凤，在烟花之间宿一夜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昨夜之事既已发生，不如明码标价，银货两休，也免了日后麻烦。三爷弄坏了奴婢的衣裳，也该赔的，不是吗？你倒是会算账。过日子的人自然要精打细算。你要多少？600两。行，回府给你。银货两柜，昨夜之事还请三爷忘了。回府之后，您依旧是三爷，奴婢依旧是奶娘。你就这么想撇清？天快亮了，三爷该回去了，免得太晚被国公爷责罚。哟，醒了，兄弟够意思吧？那药可是西域来的好东西，一夜微风不倒，还能记得清清楚楚。你过来。怎么没尽兴？我瞧那婢子走的脚步稳当，你该不会……裴耀君，你疯了！你昨晚好好招待我，我也该好好感谢你，不是吗？昨夜上元节贪玩迟归，劳烦小哥就当没瞧见我。文英，开门。干娘，实话告诉我，你昨夜去哪儿了？我昨夜和三爷在一起，昨夜被三爷拉去逛花灯会，路遇陈家公子，又被拉去绵月阁，他们起哄让三爷喝了下料的酒。奴婢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想不想飞上枝头变凤凰？三爷刚籍贯，裴夫人估摸着该给他挑通房了。你年轻模样好，性子稳，又和三爷有了这层关系，只要你愿意，干娘可以帮你。干娘，我不想。为何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跟了三爷，往后我一个寡妇能进国姑府做奶娘已是天大福分，再奢求别的，便是贪心不足蛇吞象。好孩子，你能这么想是好的。昨夜的事，干娘帮你打胆，你安心照顾小主子。三爷吩咐送来的，刘奶娘清点确认一下数量。没错。冒昧问一句，刘奶娘是如何从三爷手里拿到这么多银子的？想知道，那就去问你们三爷。我受不得这病气药味，
世剧的事就交给静书吧。如何？老夫人先前困在寺庙太久，寒气侵体，汤药针灸都试过，见效甚微，小的实在无能为力。紫竹姑娘，我有一个偏方，或许能帮到老夫人的中风面瘫之症。刘奶娘，快说！用新鲜鳝鱼血趁热敷在老夫人脸上，每日3次，坚持几日，对面瘫或许有缓解。你只管告诉大夫人，切记别说是我提的主意。我人微言轻，你去说更稳妥。鳝鱼血要新鲜，敷面时间不宜过长，一旦红肿瘙痒，立即停用。多亏了你这偏方。那日我也在旁边，偏方明明是你给的，好处全让紫竹得了，你也太亏了。没什么亏不亏的，能帮到老夫人，让夫人少些烦忧，比什么都强。老夫人这是中毒了，试制卖的是河沟里抓的野鳝鱼，本带毒性，长期连续服用，毒性积在体内，引起反噬。你就是这么长家的，病急乱投医也不辨真假。若老夫人有个3长2短，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母亲，是儿媳的错，儿媳知错了。我何尝不想把柳文玲供出来？可领赏时我贪功隐瞒，如今受罚才说真相，旁人只会觉得我攀咬推卸，不仅救不了自己，反落个品性卑劣的名声。你来做什么？李氏糕点铺的杏花酥，尝尝。还是怕我说出不该说的话，来堵我的嘴？那日本是我好意，我也不知道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。你不知道？你平素聪明机灵，承认吧，老夫人病情加重也在你预料里，就等着拿我做替罪羊。不是的，偏方是真的，鳝鱼血对面瘫有良效，可我不曾想到野鳝鱼会有毒性。此事从头到尾是我思虑不周，连累了你。你若怨我，我认；你若想告诉少夫人实情，那我去说。等等，这位二爷对祖母的情是真的深。大爷回来了，还带着御医大人。陛下得知祖母病重，特命孙慎医前来诊治。皇恩浩荡，妾身代祖母谢陛下隆恩。此乃陛下隆恩，老夫自当尽力。容老夫先诊脉。你抱着叶儿也去花厅。是。大殿下，这2位是犬子，一个在刑部，一个在吏部。早闻裴家大公子、二公子年少有为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眼神看人极淡，眸底却透着阴冷，不是个好相合的。臣不过是尽本分罢了。这世上能把本分尽好的人可不多了。陛下派孙御医来，是看在国公爷为朝廷鞠躬尽瘁的份上，孤不过顺水推舟。殿下仁德，老臣感激不尽。老夫人中风日久，需长期调理。陛下有旨，命微臣留府，直至老夫人病情好转。景叔，挑个清静院子，离老夫人住处近些。儿妻明白，你先带叶儿回去歇着吧。这一闪而过的异样，是我眼花了吗？大夫人，从我们到明熙堂算起，已接近1个时辰了。1个时辰了，去看看。不好了！按规矩，他该入内伺候，鞋上怎会沾泥？孙御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还是说你根本是故意为之？裴二爷明鉴，老夫纵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谋害国公夫人。你若再有差池，我便将今日之事原原本本奏明圣上。不可，老夫知错，愿竭尽全力将功折罪。二弟，此时动孙御医，与祖母无异。今日看在大嫂面上，暂且信你。我祖母若再有半点差池，便是你孙家满门，我也要讨个说法。母亲今日如何？孙御医晨间看过，说中风之症有些起色了。真是苦了母亲了。怎么回事？
快去请孙御医！老夫人是中风后阿逆，多耽搁1分便多1分危险，必须尽快救主。母亲，在大相国寺，我突发寒疾，见是刘奶娘用土法暂缓的，让她试试吧。让她过来。二爷，请您扶住老夫人肩背，让她坐起些。1秒，2秒，3秒。方才恶疾能如此快速止住，实属万幸。你所用之法恰到好处。祖母既已安稳，闻言你带叶儿下去。祖母奉旨诊治半月，病情非但未好，反而屡生险气。儿子恳请父亲母亲更换御医。老夫惭愧，二爷所述实乃老夫疏忽，请国公爷降罪。孙御医严重了，你奉旨而来，难免疲惫疏忽。敬书明西堂再加1倍下人，轮流守着，寸步不离。陛下派来的人动不得，这府里怕是不平静了。今日多亏了你，若不是你，祖母怕是真的危险了。大夫人言重，我只是碰巧懂得些急救之法。依你看，孙御医这几日的诊治，当真只是疏忽吗？奴婢不懂医理，只是精湛之人屡犯低级错误，这本身就有些奇怪。紫珠，从我院子里调些机灵稳妥的人去明西堂，祖母每日做了什么，用了什么药，接触过什么人，我都要知道。奴婢这就去挑人。叶儿那边你多费心，这段日子府里不太平，孩子身边不能离人。今日你又救了祖母，往后我信你。谢大太人信任，奴婢必当尽心。快去请少爷和大夫！快诊脉。老夫人的症状像是药物相冲所致，问题出在此药。老夫人肺气素虚，紫苏子性温而散，久用反易胸伤肺气，引发呛咳。试灸本是我的活儿，更深夜半，二弟尽快回去休息吧。你先回去，我和父亲今晚商议好，明日必给你满意答复。大夫人，夜深了，先歇息吧。大爷呢？腊爷与国公爷去书房商议了，不知何时回来。无妨，我等他回来。你去把灯挑亮些，给夫君留着。这府里的水到底有多深？父亲，孙御医接连出岔子，艾灸烫伤，失真存疑，如今更开错药方，用了祖母禁忌的药材，险些酿成大祸。太子送来的人根本不可靠。我知晓，可他是太子送来的，此刻退回去，便是打太子的脸。父亲为太子颜面考虑，可太子可有为祖母的身子考虑？这几次祖母遇险全是侥幸，若下次没人及时施救，祖母真有个3长2短，父亲您忍心吗？罢了，就按你说的办，请陛下将孙御医召回宫中。父亲，二皇子见了一位善治中风偏瘫的游医，不妨让他来试试，若有益便是幸事，不行再送走，也无损失。那时的他沉静可靠，与后山捕鱼时判若两人，是我小瞧了他。二爷，孙御医被大爷遣走了，临走前还在花厅与他叙事许久。二爷，丢了吧。小主子别闹奴婢了，奴婢见过二爷。二弟来了，可用过早膳？大哥今日休沐，在书房呢。有些话要问大哥。孙御医之事我不过问，我请问你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祖母？坐下说。你怎能拿祖母的身子做文章？太子因治利己，不得民心。他若登基，是百姓之祸，社稷之危。二皇子仁厚爱民，有帝王之相，所以你就利用祖母离间父亲与太子。你是我们3人里最有才华的，当年探花及第，陛下赞你玉树临风。可这些年呢，堂堂探花只谋得从5品，二弟，你当真甘心？
大哥，你做这些真是为了裴家，还是为了你自己的抱负？我的抱负就是裴家的将来。父亲选太子，我选二皇子，无论谁赢，裴家都有一条退路。没有下次。你放心，祖母也是我的祖母，我向你保证，她不会再有事。娘亲，咱们洛洛今日满周岁了，真快，一晃眼就满岁了。柳妹子手艺好，这身衣裳做得精神。洛洛，快去挑一样你喜欢的。好，有口福。哎呦，咱们洛洛这是全都想要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样样都抓，样样都好，将来定是个全才。娘亲，谢谢洛洛，真好吃。啊！奴婢们见过大爷。大爷，奴婢的女儿今日满岁，按习俗办了抓龙脸，怕吵到府里安静。若要罚奴婢就好，与田嬷嬷他们无关。你不必紧张，孩子满岁是喜事，何来吵闹之说？抓了什么？都抓了。倒是贪心。这个给孩子。太贵重了，奴婢不敢要。本是给叶儿备的，他还用不上。今日与洛洛有缘，难不成你要洛洛的福缘？那奴婢带洛洛谢大爷赏。谢。好生照顾孩子。好险，好险！大爷怎么会来咱们这儿？大爷许是随意散步罢了，府里的路哪儿他不能走？今日没怪罪，还赏了长命锁，这是天大的体面呐！裴府偌大，大爷怎么偏偏拐进这鲜少有人踏足的偏僻地儿？凤巧散步吗？希望吧。小主子真棒，再走两步。大夫人，明熙堂那边有消息了。文音，你留下，我信你，不必避讳。孙御医是太子举荐，陛下下旨派来，入府只施针开药。可老夫人烫伤那日，有个叫倩儿的丫鬟偷偷出了屋，很快又回来。把那丫鬟找来，我要亲自过问。那日老夫人被烫伤，你出去做了什么？奴婢没擅自离开，只是去方便。紫珠，去把家法拿来，我倒看是你嘴硬还是家法硬。大夫人饶命，奴婢招，奴婢全招。说清楚。是大爷找到奴婢，给了个纸包，让奴婢加进老夫人的熏炉，说不损人性命，烧过就无影无踪。烫伤那日，奴婢出去是去丢纸包。放肆！你可知诬陷主子是何等大罪？奴婢没攀善，确确实实是大爷交代的。自幼端方克己的夫君，怎会对祖母下手？你先下去，在偏房候着，不准乱跑，不准与任何人说话。大夫人，接下来还查吗？不必查了。那个丫鬟，你寻个由头遣送出府，走得越远越好。那样护着洛洛、雪崩时相护的人，怎会对至亲下手？可这不是我一个奶娘该操心的。娘。叶儿真棒，走得真好，才10个月就会走，比寻常孩子稳当多了。文英，谢谢你，奴婢做了应做的，不该担谢。大夫人言重，后日去和春堂，你随我去，奴婢谨记。平日那般不羁的人，鲜亮笔下竟也藏着拘谨。中了！三爷中了！恭喜国公爷，恭喜三爷，三爷高中贡士了！好，祖宗保佑，祖宗保佑！恭喜三弟高中，贡士只是第一步，往后殿试更要再接再厉。多谢大哥二哥四妹教诲，我谨记于心。莫要志得意满，
下月殿试陛下亲自主考，满朝文武皆在，不能给裴家丢脸。父亲放心，儿子定当竭尽全力，绝不让裴家蒙羞。三爷何故拦住奴婢？不少日子没见，有没有想爷？三爷说笑了，奴婢不敢妄想。方才在和春堂瞪我那眼，可不是不敢的样子。晚上来我屋，许久没听你唱歌了。春未结束，你唱支小曲儿助助眠。那是给小孩子听的摇篮曲，奴婢也不是卖唱的。100两，勾栏卖唱一曲值不到这么多，你唱一次，我给100两。如何？一个人首先得活下去，才有谈骨气的资格。三爷说到做到，奴婢遵命。晚上我在昭丽院等你。进来。做贼呢，蒙着脸，怕人认出来。这么远唱给自己听，离信些。银子不要了。罢了，就当哄孩子，那可是100两。一片云养在琉璃天，一片生在泥土里。云泥之别，一目了然。就像我们2个人，他对我或许只是一时兴起，逗弄几日便抛之脑后。我不会是那只惶惶不安的鸟儿，也不想成为。这些日子睡得极好，枕着那人温软的腿，听他低柔哼唱，一夜无梦。方才堵塞的思路，竟在这一瞬豁然开朗。耀军，裴三，三爷，您要不要起来等？万一传旨的来了，岂不失礼？再聒噪，滚出去！若刘奶娘在这儿说这么多话，三爷怕不嫌吵，还当仙曲听呢。捷报！玉国公府3公子裴耀军，天试2甲第7名，进士及第。来了，报喜的来了！三爷，快出去接喜报！恭喜裴公子2甲第7，进士及第，请公子更衣，随下官打马游街，入宫赴琼林宴。他也在为我祝贺。三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该入宫赴琼林宴了吗？琼林宴无趣的很，带你入宫见见世面，也算你的福气。我不去，我要留在这儿陪孩子，他还小，离不开人。300两，随我赴宴，300两银子就是你的，稳赚不亏。奴婢一个奶娘身份低微，入宫真的好吗？怕什么？天塌了也有爷顶着，你只要侍奉好爷就行。这皇权如宫殿庞大，压得人难以透气。裴进士，恭喜恭喜，2甲第7，真是给咱们长脸了。你们客气了，我不过侥幸，比不得你们早早在朝中历练多年。第一次入宫见世面，看傻了，长见识了。确实，长见识了。陛下驾到！裴公子年少有为，往后同朝为官，还望多多照养。三弟，恭喜！没长眼啊！哪儿来的下人，敢挡本官的路？奴婢失礼，请大人恕罪。周主事，这是我府上的人，若有冲撞，裴某代他赔个不是。
你怎么来的？公归森严，三弟他太胡闹了，我让仆从送你出宫。请。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刘奶娘，我肚子疼得厉害，怕是得去解决一下。那你快去快回，我就在这儿不乱走。裴家那个老三倒是运气好。殿下说的是，裴三爷虽中进士，到底年轻，翻不起什么大祸。玉国公府是姑的党羽，裴弘泰还算识相，小儿子又入仕，裴家更与姑绑死，刑部那位才是关键。将来承袭爵位执掌裴家的是他，那个老三不过是个添头。什么人？我是随新科进士入宫的随从，腰牌在另一个仆从那儿，他去巡茅房了。躲躲藏藏，居心叵测，押走，交内廷司审问。放开我！你们可以去含光殿问裴三爷，问玉国公府的人。奴婢所言句句属实，绝无半句虚言。且慢，卑职参见二皇子殿下。本殿认得你，方才在含光殿，你站在裴三爷身后。既是裴三爷带来的人，便不是贼人，放了他吧。本殿遣人送他出宫。多谢殿下出手系助，奴婢回去定当禀明大爷、三爷，是殿下相救。玉国公府的人，倒有些意思。大哥，柳文英是我的人，你一声不吭就把人送走，问过我了吗？他是你的人，他是顾气，按道理是庭兰院的人。我带进宫来的，自然是我的人。三爷，怎的要走？方才奴婢遇见禁卫军巡逻，是二皇子殿下解了围，命这位公公送奴婢出宫。有劳公公回去替我谢二皇子，接下来不劳公公了。三爷，门在那边，是大爷让奴婢。你到底是我的人，还是裴定玄的人？我的话你当耳旁风。三爷，奴婢刚刚就是在这儿被禁军当作歹人，万一……怕什么？我穿的衣服还不能说明身份吗？那三爷是要赏景吗？赏是要赏景。三爷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摔着哪儿？他要吻我，不可以！景已经赏过了，回府我给你唱小曲儿好不好？好啊，回去听曲。三爷这是怎么了？三爷喝多了，劳烦大把手扶上车。刘奶娘，坐稳了吗？咱们这就回府。坐稳了。三爷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没事，三爷喝醉磕到了。你们要是不舒服就说一声，奴才加快些速度。刘奶娘，你这是……三爷耍酒疯了。耍酒疯能把柳娘子嘴唇都弄爆，这得多大的疯！文英，柳文英，你别跑。三爷只认你，能不能再帮个忙，一起把她送回昭林院？刘奶娘帮人帮到底，三爷额角的伤得敷一敷，小的手重，伤药还是女子稳妥。你家主子院里没其他丫鬟吗？还真没有，三爷把昭林院的丫鬟都遣散了，只留我们仆从伺候。阿才本是带我出宫的，麻烦你给听兰院递个话。刘奶娘放心，
小的这就去。莹莹，别走。三爷，奴婢没有走。看不到你，就想见你；见到你，就想你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难受。田嬷嬷说她急惯了，夫人正张罗挑通房，她不过是白纸一张，这与情爱无关。他们三爷可算开窍了。三爷可算醒了，都日上三竿了。你笑什么？怎么照看的？让爷头上磕这么大个包？三爷真不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了。住口！别说了。他后来什么反应？有没有生气？刘奶娘走时倒没生气，临走前还说：“三爷您要是有良心，就多给他添一点手工费。”去，从我司库里取600两银票给他送去。奴才想着小少爷眼看满岁，大夫人那儿要遣散一批奶娘，三爷您要真对刘奶娘上了心，不妨早做安排。谁说我喜欢她了？少胡说八道，快去送银子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走。等侄儿满岁，大嫂真要遣散他，我就去要人。祖母，您抱抱叶哥，他今日周岁了。好孩子，都长这么大了。这孩子像他爹小时候。是，眉眼像定璇，性子更活泼些。叶儿，快去挑一样喜欢的。奶娘，饿。诸位见笑，想来是叶儿饿了。文英还不快带叶儿下去吃东西，仔细别让她哭了。是，夫人。小主子，你差点害死我了！一个奶娘竟被嫡长孙如此依赖，在讲究尊卑的公府里，简直是僭越。我不能出事，我还得活着把女儿养大。把叶儿交给我，你先在侧厅等着，哪儿都别去。是。哎呦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咱们刘奶娘啊！想着聘期快到了，就出风头让主家留下。我劝你别高兴太早，怕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喽。赵奶娘，今儿是大喜日子，你少说两句。柳妹子尽心照顾小主子，何来出风头一说？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好心提醒她，别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话也是能乱说的，若让主子听见，你怕是不好交代吧？你别听他胡说，今日大喜日子，国公爷和夫人不会在这种时候责罚下人的。我没事的，翠华姐，你快回去吧，今天多在主子跟前伺候着，能多拿点赏钱。怎么，这是犯了错，被主子罚在这儿反省了？与三爷无关，就不劳三爷费心了。你在抓周远上出差错，大哥最重规矩，你怕是要挨罚喽。要是被打一顿板子赶出去，到时候可别哭。三爷放心，奴婢便是哭也不会在三爷面前哭，毕竟三爷忘了那几夜你哭得比奴婢厉害多了。胡说，我那是激动，舒服的哭，不是那个哭。不对，爷没哭。三爷说没哭，那就没哭吧。三爷，国公爷找你呢。催什么催？爷这就来。大爷，方才抓身礼上是小主子主动抓住奴婢裙角，奴婢并非有意，让府里在宾客前没了体面，奴婢甘愿受罚。你以为我是来罚你的？叶儿才刚满1岁，是他主动抓住你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何谈责罚？奴婢多谢大爷。柳文英，你不会因为这件事被赶出府，我保证。
宴上给下人备了席面，在西跨院偏厅，你快过去吧。谢大爷体恤，奴婢这就去。叶儿如今满岁，按府里规矩，奶娘不必再留那么多。今日叫你们来，便是要定下往后人选。文渊，奴婢在，你照顾叶儿尽心，叶儿也亲近你，便留下吧。谢大夫人，你们两个之中再择一人留下。求大夫人留下奴婢，奴婢照顾小少爷从不懈怠，每晚喂奶把尿从无怨言。不像有些人在周岁宴那种场合抢风头，害小少爷抓周不成，这等僭越之事传出去，岂不让人笑话？够了，那日本就是意外。叶儿主动抓住文婷，说明他与文婷亲近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又怎会觉得是祸端？休要再拿此事说嘴。大夫人，大夫人，奴婢想请辞。奴婢家中还有3个孩子和父母要养，这一年奶子也不如以前足了，正好回去照看家里娃娃。你既有孝心又有难处，我便准了，去账房多支3个月月银，算我的一点心意。谢夫人恩典。那便留下文玲和赵奶娘继续在府里。奶娘捡到2人，职业规矩重排，我从白日被调去了夜班。这是夫人让送来的，里头不光有着月月银，还有夫人额外赏的浅银。你和翠华平日情谊不错，你就送送她。我家住后面柳树巷，门前有棵老槐树，很好认。你以后得空一定去坐坐。我一定去。还有赵奶娘那个人，你千万小心，她今日得了便宜，心里未必服气。值夜时若有什么不对劲，宁可去喊人，也别一个人硬扛。我记得，翠华姐，谢谢你。我走了，翠华姐，保重。三爷，大夫人那儿有动静了。今儿遣散多余的奶娘，刘奶娘和另一个奶娘已经往角门去，看样子是要离府了。真遣线了？怎的是2个？奴才也不清楚，只听说大夫人今儿把3个奶娘都叫去听兰院，说哥儿满岁，奶娘不必留那么多。结果刘奶娘和另一个都往角门去了。这才几日，怎么就突然遣人了？不行，不能让他走。三爷，您等等奴才啊！